Hello， 大家好，我是 TCL， 欢迎大家收看我第15集的 TC 讲股。8月的业绩潮刚刚过去，这一集的影片就要跟大家来谈一谈2021年7月及8月公布业绩的公司里面，有哪22家的营业额跟盈利是破历史新高的。那在影片开始之前，我想来做一个声明，这个影片所有的内容跟资料仅供参考跟教育用途，是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所有的讯息、观点和意见不应取代专业意见，请大家买卖自负，任何风险及亏损，本人一概不负责。那今天我要分享的这22家公司都是在2021年7月及8月份公布季报的公司。而这22家公司的单季营业额跟盈利是双一起破新高的，也就是说，只有营业额破新高，或者是只有盈利破新高的公司是不包括在内的。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22家公司呢，就有4家科技、4家种植、3家手套、2家化学、2家塑料、2家工业，另外钢铁、物流、金融、油气、消费各1家。那么现在我就从4家科技股开始讲起。营业额跟盈利破新高的4家科技股就有包括 MPI、Vitrox、Franken 跟 Mi。首先第一家科技公司 Malaysian Pacific Industries Berhad。MPI 是 Hong Leong Group 旗下的公司，它是一家 OSAT 公司，它目前是马股市值第2大的科技股，排在龙头 Inari 之后。Inari 和 MPI 都是 OSAT 公司，以市值来比的话 Inari 是比较高，但是以营业额来比的话 MPI 就比较高了。MPI 最新这个季度已经是连续第2个季度营业额破500个 million， 这一季各个业务都成长，其中 Automotive 业务占了35%。另外这个季度有9个 million 的 Forex gain， 比上一季的12 million 少。MPI 目前的 Net Cash 高达902个 million， 每股净现金大约是4令吉55 cent。第2家 Vitrox 属于 ATE 公司，它是目前马股市值第3大的科技股，排在 MPI 之后。Vitrox 最新季度的营业额首次破190个 million， 盈利首次破50个 million， 这有赖于 ATE 的需求量增长。另外 Vitrox 这个季度大概有 0.67 million 的 Inventories Written Down， 还有 0.48 million 的 Forex Loss， 它目前的 Net Cash 为 206.89 个 million。 第3家科技公司 Franken 最新这个季度的营业额已经是连续第3季破100个 million。Franken 在2020年 Q2 这一季的盈利第一次破20个 million， 然后盈利就一直维持在20个 million 以上到现在。最近这个季度 Franken 各个国家的业务，包括台湾、大马、新加坡、越南的业务都成长。这一季包含 0.67 million 的 Forex Loss 以及 0.26 million 的 Impairment Loss。Franken 目前是一家净现金 318.18 million 的公司。第4家 Mi Technovation，Mi 也是属于 ATE 公司，它这一季的营业额首次破100个 million， 盈利第一次破25个 million。Mi 上一季的 Net Profit 是 3.5 个 million， 是它上市以来最低的单季盈利，然后在这一季的盈利呢就直接破历史新高，主要是因为 ATE 产品的需求量增长。另外 Mi 的业绩可以破新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Mi 新收购的公司 Accurate Scientific 开始贡献营业额跟盈利。Mi 目前的 Net Cash 为 14.37 个 million， 它刚刚在8月也完成了 Private Placement， 所以下个季报公布的时候，它的 Net Cash 水平应该会有所增长。接下来到种植公司，营业额跟盈利破新高的4家种植股就有包括 United Plantations、Sarawak Plantation、Eno 还有大安。他们的业绩破新高主要都是因为中油的价格上涨。第1家 United Plantations Berhad，它目前是马股市值第6大的种植股，最新季度的营业额首次破400个 million， 盈利首次破130个 million， 这是由于中油的产量跟价格都上涨。United Plantation 是一家 Net Cash 公司，它的净现金有411.40个 million。第2家 Sarawak Plantation 最新季度的营业额首次破150个 million， 也是因为中油产量跟价格上涨。另外 Sarawak Plantation 在这一个季度有 8.3 million 的 Fair Value Gain on Biological Assets， 而这个一次性盈利在上一个季度就有 12.1 个 million。Sarawak Plantation 目前的 Net Cash 有 26.93 个 million。第3家 Eno Price Plantation 最新季度营业额首次破50个 million， 盈利首次破20个 million， 主要原因同样是中油的产量跟价格上涨。Eno 在这个季度有 1.12 million 的 Fair Value Gain on Biological Assets， 它的净现金水平为 47.69 个 million。 第4家大安最主要的业务是中油业，除此之外它还有从事伐木跟生产 plywood 木板。
当然，最新季度的营业额首次破450个 million， 盈利首次破74个 million， 主要也是因为中油产量跟价格上涨。答案这一季有9.6 million 的 fair value gain， 而上一季则有11.1个 million。当然是一家 net debt 的公司，它目前的净债务水平为117.62个 million。营业额跟盈利破新高的3家手套相关公司有 Hatta Lega、Kosan 和 S Ceramics。Hatta Lega 是蓝筹股。它目前在马股市值排名第20，而 Top Glove 的市值排名是第15名，所以它大是马股市值第2大的手套股。其他手套公司，比如 Top Glove、Supermax、Care Plus 等等，他们今年第2季的 ASP 平均销售价都已经 QOQ 下跌了，但是Hatta Lega这一季的 ASP 仍然 QOQ 上涨。Hatta Lega目前的 Net Cash 有3.08个 billion， 每股净现金大约是90 cent。第二家 Kosan。它是手套4大天王里面排名第4的手套股，它跟Hatta Lega一样，它最新季度的 ASP 呢 QOQ 还是上涨。Kosan目前的 Net Cash 有1.60个 billion， 每股净现金大约是64 cent。第3家 S Ceramics Teknologi Berhad。S Ceramics 并不是手套生产商，它是生产手套模具的公司。最新季度的业绩破新高，主要是因为手套模具的需求量上升，价格上涨。S Ceramics 目前的 Net Cash 有74.9个 million。每股净现金大约是15 cent。他在季报里面有提到，他一部分的现金呢是来自顾客所给的 deposit。接下来到2家塑料包装的公司，通关跟 BB Plus。马股里面 plastic packaging 的龙头是 Sintex， 而东关呢就是排名第2。通关最新季度的营业额首次突破300个 million， 这是因为塑料拉伸膜、Stretch Film、工业包装产品和快递包 Courier Bag 的价格 YOY、QOQ 都上升。随着塑料原料价格的上升，通关也把它的价格产品提高，成功把成本转嫁给客户。通关是一家 Net Cash 的公司，它的净现金水平为65.08 million。第2家塑料包装公司 BB Plus。BB Plus 的市值就比较小，它的市值大约是东关的1/3。BB Plus 最新季度的营业额是第2个季度破100个 million， 这是由于塑料产品的需求量增加。BB Plus 是没有任何的债务的，它的净现金为187.69个 million。每股净现金大约是42 cent。化学板块业绩破新高的就有 Petronas Chemicals 还有 Samchem。Petronas Chemicals 是蓝筹股，它目前的市值在马股排名第3名。化学原料价格上涨，带动它这一季的营业额跟盈利破新高。每股 NTA 也首次突破4块钱。Petronas Chemicals 是马股其中一家 Net Cash 最高的公司。它的净现金高达14.63个 billion， 每股净现金大约为107.83 cent。第2家化学原料公司 Samchem， 那 Samchem 的业绩破新高，也是因为化学原料的价格上涨。不过 Samchem 在最新季度大约有1.6 million 的 Forex gain， 而在上个季度是有 0.19 million 的 Forex loss。Samchem 是一家净债务118 million 的公司。接下来到2家工业公司 Eco Group 跟 Econ Frame。Eco 主要是销售电子产品跟零件，它在去年3月18号上市，也就是 MCO 1.0 的第一天。Eco 的 IPO 价是28 cent， 而它上市第一天的收市价是16 cent， 直接从 IPO 价跌了 42.9%。那 Eco 一上市呢就遇到 MCO， 所以它上市过后交出的第一份季报也是亏损的。那么在最新季度，它的盈利首次破2个 million， 主要是因为太阳能零件 Solar Panels 跟 Inverters 的订单贡献。Eco 是一家净债务 6.29 million 的公司。第2家工业公司 Econ Frame， 它主要是生产跟销售门窗的框 Metal Frame。Econ Frame 是去年10月上市的公司，最新季度营业额首次破12个 million， 主要是因为 Metal Door Frame 的订单增加。它最新季度的 Net Profit 是 1.74 个 million， 比上个季度的 1.69 个 million 只多了 0.05 个 million。Econ Frame 的净现金为 24.56 个 million。营业额跟盈利破新高的钢铁股叫 AYS， 很多钢铁股在今年 Q2 的营业额跟盈利都已经比 Q1 稍微下滑了，但是 AYS 的营业额跟盈利继续破新高，它的营业额首次破260个 million， 盈利首次破30个 million， 这是由于钢铁价格上涨。AYS 是一家净债务 264.24 million 的公司。接下来到业绩破新高的物流股 Freight， 最新季度的货运费上涨，国内国外的商业环境都已经改善，带动它的业绩破新高。不过 Freight 在上一个季度呢是有一个 4.57 million 的 impairment loss， 如果排除这个一次性亏损，那么它最新季度的盈利呢是会比上个季度低的。Freight 目前的 net debt 水平为 36.23 million。接下来是来自金融板块的 RCE Capital，
在最新这季的业绩还没有公布之前，RCE Cap 历史最高的营业额跟盈利是在2020年的 Q4。那么最新季度的营业额呢，只是比2020年 Q4 高了0.18个 million， 而盈利是高了0.63个 million。另外 ，RCE Cap 在2020年的 Q4 有2.08 million的 impairment loss， 而在最新这个季度是有3.08 million的 impairment loss。RCE Cap 是一家净债务1.04 billion 的公司。业绩破新高的游戏公司有 Ocean Vantage Holdings Berhad。OVH 在去年的7月上市，最新季度的业绩破新高，主要是由油气跟太阳能的 EPC project 贡献。OVH 是一家 net cash 12.25 million 的公司。CI Holdings Berhad 是来自食品行业，主要生产食用油。CI Holdings 最新季度的营业额首次破900个 million， 这是因为 Olein 油价格上涨。CI Holdings Berhad 是一家净债务112.87 million 的公司。我今天在9月16号跟25号举办线上的新手入门课程。如果你对股票投资有兴趣，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开始，这个新手入门课程绝对可以帮到你。这个课程会让你轻松学习股市的入门知识，让你对股票投资有正确的概念。欢迎点击 description 里面的 link 查看详情跟报名。可能还会有其他公司在2021年的第2季的业绩是破新高的，因为还有一部分的公司是还没有公布他们第2季的季报。这些公司包括 Revenue、JHM、Hong Leong Industry、SolarWest、AirAsia、K-Power、Astino 等等。那么这些公司就会在9月公布他们的季报。你觉得哪一家还没有公布季报的公司，它的业绩会破新高？或者哪一家的业绩在未来可以继续破新高呢？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欢迎你加入我所有的资讯分享平台，包括 Telegram Channel、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Group， 他们的 link 都会在影片的 description 里面。那么今天 TEC 讲股第15集关于22家营业额跟盈利破新高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觉得这个影片不错，请帮忙 like and share， 还有一定要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 TC， 谢谢大家。